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mine。今天呢，我经历了第一次去 Sunday Market 的摆摊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把我的这个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们来到的这个 Sunday Market 呢，叫 Wantona Trash and Treasure。那么下面呢，就跟着我摇晃的镜头来看一看大家都在卖什么吧。今天的天气呢，算是对摆摊人特别友好的了。虽然有一些冷，但是呢，没有下雨，也没有出太阳。但是呢，我感觉因为墨尔本连续封城的影响啊，出来摆的摊儿不是特别的多，有1/3呢都是没有满的。再加上呢，因为是雨季，然后还是比较潮湿的，所以呢，人流量并没有特别的大，至少是比巅峰时期要少很多。首先呢，就是每一个二手市场都一定有卖蜂蜜的，然后有很多中国进来的质量不咋地的衣服，然后呢，有很多卖多肉植物的，这边呢还有卖这个小孩子的玩具的，还有很多呢就是卖一些二手的衣服和包包，然后有很多摊位呢都是固定的长期的摊位。那过来逛的很多人的预期呢，也是去淘一些便宜的水果和植物，包括去淘一些旧物，淘一些小玩意儿。大家可以看到很大一片啊，都是没有摊位的。然后我会发现来这边摆摊的很多人呢，都是中国人或者是越南人。然后你会发现呢，在这边有很多类似于国内的地摊货吧，但是呢，比国内的那些质量会更次一些。来这边摆摊的大部分人呢，都是不指着摆摊来挣钱的，至少是不指着摆摊来糊口的。这个集市上呢，真的是卖什么的都有，而且你会发现呢，越是破烂儿，越是有人去淘。我们旁边一家呢，有一个大哥，就是你感觉他卖的那些东西都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，但是呢，居然生意特别的好，有很多人都会去淘那些古董。那在我录这些资料的时候呢，还遇到了一个非常热情的波兰来的老爷爷，他呢就拉着我聊了很久的天。他跟我说呢，他是一个长期的摊位。那长期摊位的好处呢，就是一是你的摊位费呢会更低一些。那我们的摊位费是45块钱一天，他的摊位费呢可能会打一个9折、95折。还有就是他就不用4、5点钟起来排队了，他6点钟过来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个摊位是预留给他的。其实通过跟他的聊天呢，我是可以知道的，他卖的这些东西肯定是值不回摊位费的。但是呢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在这边摆摊是很开心的，因为他是独居的老人，然后除了朋友呢，他没有其他可以说话的人。然后在这边呢，可以遇到其他摊位的摊主啊，包括跟顾客呀，可以很开心的聊天，认识很多朋友。好啦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摊位啦。那我们卖的呢是气球，包括一些数据线呐，1块钱的耳机啊，然后包括很多很便宜的刀叉、厨具，包括说孩子之前穿的鞋，然后朋友尾货的一些小雨鞋。然后呢，这一家卖水果的店也非常的火爆，他这边呢一天20公斤的香蕉就已经出去了。目前来看，最好卖的是小气球，1块钱的耳机，然后1块钱2个的刀叉。二手的东西一个都没有卖，小雨鞋卖了2双。好啦，现在呢，我是结束了今天的摆摊生活，然后回到了家里。那下面呢，我就跟大家聊一聊我今天的体会和一些经验总结。总的来说呢，我今天的这个摆摊的经历呢，我自己还是特别满意的。那从时间上来看呢，从9点钟以后人流才开始慢慢多起来，然后到下午1点的样子呢，就是人流就慢慢减少了。所以呢，虽然我们是需要从4、5点钟就开始排队进场，然后把摊位 set up 好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们有效的销售时间其实可能就是5个小时左右。那总结下来呢，有几点经验。第一个呢是装备方面的，我看到有很多人会带一个小棚子，那对于今天的天气来说，可能用途不是
是很大，但是如果是下雨啊，或者是天气很热的时候，真的是挺有用的。然后我们当时带的桌子呢，我只带了一个大的折叠桌。其实呢，我看到很多摊位都有差不多3个、4个折叠桌，这样他们就可以用折叠桌把它的摊位整个是围起来，这样他们展示的空间就特别的大。其实呢，这个展示空间把东西铺开、展示开给大家看是非常重要，并且非常有必要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货物方面。货物方面呢，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可能没有太多人会愿意去买二手的特别旧的东西，我们的货基本上都是新的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越是旧的货，就大家就越喜欢，这可能跟今天的这个人流的组成有关系。所以我觉得平时大家断舍离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养成这个把自己不要的东西收起来，打包，然后想好可以卖多少钱这样的一个习惯。所以我会觉得买家想要的东西，买家的状态和我预期的买家的状态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第三个建议呢，就是一定要准备足够多的零钱和足够多的袋子。那我们其实在前一天呢就已经换了很多零钱了，并且我们今天的生意没有特别好，但是我会发现今天还是这个零钱稍微有一点点紧张。第四个呢，就是销售技巧方面，所有的销售技巧呢，它其实都是相通的，无非就是那么几点：创造紧迫感，说出价值，拉近距离，给福利。那首先呢，我会告诉他说，我们这个是 casual 的一个摊位，我们不是每个星期都来的，所以呢，要买什么东西，今天要抓紧下单了。然后呢，只要是有人过来看，我就会跟他聊2句，说我们这些东西进货价是多少，或者说这些东西如果是二手的，我就会告诉他这些东西我是花多少钱买来的，所以现在的这个价格呢，真的是非常的值。最后呢，就是给福利，有可能说，买了这个鞋之后，我会送一个气球啊，或者是你买了10个之后，我再会附送你1、2个呀。甚至呢，会有一些小小的技巧，比如说写10块，然后划掉写一个5，就告诉他我们现在呢已经降价了，因为要收摊了。我们今天呢是一共赚了130的样子，但是刨掉摊位费和这些货品的成本呢，其实我们赚的钱真的还蛮少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周末摆摊呢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生活体验，同时呢也给孩子增添了一份不一样的这个经历。同时呢，也可以培养他们的金钱意识，培养他们社交的能力。关于 Sunday Market 的摆摊呢，包括说关于这个二手交易呢，如果你还有哪些疑问或者是经验呢，欢迎分享到我视频下方的留言区。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